2017年，韩国动作爽片《犯罪都市》横空出世，主演并非知名演员的情况下，凭借从头燃到尾的故事和拳拳带肉的精彩打戏，口碑票房双双逆袭，成为当之无愧爆款之作。时隔5年续集《犯罪都市2》回归，同样高燃动作配方，同样精彩故事演绎，上映首日便拿下单日票房冠军，而后更是连续2周蝉联第1名，平均每5个人中便有1位观众看过。影片改编自韩国真实发生过的跨国绑架连环杀人案，由知名演员马东锡、孙锡久主演。马东锡这位演员大家都不陌生，是《釜山行》中为妻孩付出一切的温柔丈夫，《恶人传》中嗜血不眨眼黑帮大佬，同时也是《犯罪都市》第1部的主演。老熟人回归演绎更有保障。孙锡久主演高分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前不久刚刚完结，剧中孙锡久饰演金盆洗手的温柔大佬，人物形象和本片中杀人如麻的黑帮大佬截然不同，让观众更加期待其在本片中的表演。本次故事背景设定在首尔和越南，主角为刑警队员马希道和多起连环杀人案凶手江海象。延续第1部故事中的人设，马希道仍旧是一位信奉以暴制暴的刑警，对于看不清局势死不悔改的罪犯，帮就是几勾拳，体型压制轻松解决带回警察厅。和第1部中罪犯人设不一样，本次故事中罪犯江海象更加残忍疯狂，主谋绑架富二代获取高额酬金，却丝毫不信守承诺，眨眼就将富二代杀戮分尸，上1秒和同伙们杀人越货，下1秒便将不听话的同伙斩杀，轻飘飘一句看得观众毛骨悚然，从心底里对这个杀人魔感到畏惧。从杀害被绑架者到杀害同伙，江海象行径太残忍，以至于其他罪犯忌惮害怕，选择向警方自首，意图在监狱中获得自保。这一行为让以马希道为首的警察十分诧异，受害者家属未报警的案件，为何罪犯先行自首？于是顺藤摸瓜前往越南，准备将江海象捉拿归案。同一时间，被杀害富二代的父亲所雇佣的杀手也到达了越南。之所以不报案，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一举拿下江海象的性命。三方会晤，一正两谢，故事正式变得精彩好看起来。犯罪都市2的定位是犯罪动作片，顾名思义，最好看的是打戏。这一部分细分制作方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，从场景选择到镜头调度，再到正邪两方之间实战肉搏的全程高能，看得观众拍案叫绝。如富二代父亲所雇佣的杀手对江海象的连环击杀，虽说数量上战胜江海象，但战斗力完全被碾压。到此扭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杀手们打得满地找牙，最后加上江海象不屑一顾的眼神，刺激感拉满。正所谓乐人自有乐人磨，当江海象碰上一拳撂倒一个的马希道，局势迅速变得紧张起来，贴身肉搏中血肉横飞，乔达斧砍中惊心动魄，再加上马希道队友的精准配合，再心狠手辣的江海象根本无法从中讨到好，硬派拳拳带肉战斗时间被拉长，一镜到底的镜头调度中更是呈现出打斗现场的激烈，看得观众欲罢不能。得愧于第1部故事的爆火，犯罪都市2制作经费大大增加，这使得导演在动作戏上的预算也大大升级。除却常规的场景之外，影片中还出现了刺激度爆表的飙车戏和撞车戏，观影刺激感大大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影片也并未遗落对于韩式黑色幽默的描绘，这是第1部故事爆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同时也是此次回归犯罪都市2另一个重要看点。马希道是以暴制暴的令派刑警，与此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搞笑男。如开篇逮捕便利店罪犯时有勇有谋，答应先偷袭再武力压制，然而正经不过3秒，便利店货架便扛不住正在躲藏的马希道，轰然倒塌，省略偷袭过程直接开走。又比如和其他警员一起去抓罪犯时的气势汹汹，本意是偷偷将罪犯所藏匿门打开，却未曾想力气太大，直接将门把手拔了的操作。和对手拿出枪想要对抗，没想到枪一把被马希道夺走的措手不及，看得观众哭笑不得。人物性格搞笑之余，编剧和导演对于台词上的处理也非常有意思。对方问马希道本意是挑衅和示威，但马希道毫无察觉，回答1秒，让观众笑出猪叫。且搞笑戏份并未冲淡动作戏的紧张感和刺激感，而是和故事相辅相成，让观众不至于长时间沉浸在血腥暴力的场景中，在观影过程中得到微妙的放松。影片最后结局不用猜，势必是马希道所在正义一方获得胜利。这一段落是最精彩、最燃的公交车对决，即使猜到结局也不妨碍观众全神贯注观看，因为对于动作片来说，爽是最重要的。
结局早早能被猜到。更让观众感到期待的是，犯罪都市前2部的成功让投资方信心满满。目前第3部已经开始筹备，主演阵容是马东锡和李迅赫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